说你就是继续在那个海外继续找姑娘啊，然后不付这个钱让别人付钱，这可不是一个两个。谁吃饱了撑的冤大头，愿意没事儿还给人家吃饭，还给人家买单，还给人泡妞，而且乐此不疲，几十年如一日，怎么有可能这种事情？傻逼嘛，是不是？那按说你这么有钱，其实要说再找姑娘的话，也不应该让别人掏钱呢。这不可能，不现实啊！谁吃饱了，天天给你，跟着你，然后到哪儿就小姑娘结账去，哪有这种事情？那真有人跟我们讲说薛蛮子，找完姑娘之后都是别人给付钱，自己不付，太牛逼了我。Hello， 大家好，我是 Neo，当然大家可能在王志安的一个视频里面看过我。要去最贵的地方，而且去了这么多回，他这个交往了不知道多少女朋友，随手就是让我们打钱但同时呢，我现在也在做自己的频道然后叫真朋友官方频道，然后也在做那个真朋友 APP然后也200万用户了。我就是在美国，属于闲得无聊我住在旧金山。你要是早年你要干上了比特币挖矿这种行业，就是基本上属于每一天莫名其妙的，对吧？你就有一笔钱，生活就很无聊。所以后来我就想着，做个什么自由微信这种扯淡的产品，这种高风险产品，被中国网信办点名了。反正我是这个说什么有社会动员能力，点名给我下架。那个李老师还报道我们然后又上了自由亚洲，那就彻底变成反贼了。什么时候定性成反贼的？今年1月初的时候吧。那不就网信办就给发函了嘛？苹果那个官方给我们转了，说网信办把我们 APP 定义成具有社会动员能力，必须强制下架。之前因为我们仗着我们是美国注册的公司，其实从去年4月份就开始跟网信办干仗，就跟苹果说我们什么美国公司，中国管不了我们之类之类的，然后干了大半年，最后今年1月份苹果终于顶不住压力了，说对不起，因为网信办已经给我们发函了，说那个中国网信办说你们这有社会动员能力。我们没辙了，你们去找网信办吧，我们只能把你们在中国区下架了然后这事儿就好像出了点名，然后李老师也报道了，什么自由亚洲也报道了。我一想，我操！一看自由亚洲，我知道回不去了，上了敌台了。对。自由亚洲给你做专访了。对，而且是有录音的，录音也放网上了，电话采访。所以你说这还有辙不？这没辙。之后你回过中国吗？我是有几年没回去的，因为我回去过的时候受到了疫情迫害。肯定就是差点死在那儿了，就差不多就这样。短时间内是没有回去的想法。我们就是想做一个自由微信功能都和微信一模一样的，然后也有朋友圈，我们叫真友圈，然后群也这个可以做10万人的大群然后各种付费功能，什么付费模糊图解锁什么都有。然后微信哪里有居点，我们就没有居点，就把微信所有敏感功能都做一遍。然后现在其实变成了一个就是自由社区吧，因为我们是主打言论自由嘛。就你只要没有什么违反底线的那种内容，什么儿童色情、恐怖主义，你只要没有那些，我们就都随便让你发，我也不删帖，也不删号，然后就还挺多人的，现在快200万账号了，然后日活有5、6万吧，就才做了几个月，挺不错的，然后我是，其实无论如何都要感谢一下王局，就是王志安，不管他现在什么政治观点怎么样但是王局当年这个。给我做这个采访，让我给真朋友打了5分钟广告，1分钱也没有收，这是实在。那你是不是得感谢薛蛮子呀？你得感谢薛蛮子呀，没有他人家凭啥王局采访你？不是，但是问题是，这老薛这我账单都付过了呀，这，你跟薛蛮子是什么关系？老熟人嘛。反正他一直号称投过我的项目，其实从来没有给我钱，资深白嫖，不想提他了。当时在香港的时候，那天晚上，然后我是出去吃饭了，我忘记了，然后他给我发个信息，我都震惊了。他说你给我带点饭上来吧，我现在没有东西吃。这是真实状况。去年12月初，这网友很关心那个薛蛮子总共花了你多少钱？10几万美金有。薛蛮子公开说你是傻逼，你怎么回应？就说呗，反正他美国护照都是我帮他办回来的，要不然他连美国护照都办不回来，他都没有办法恢复成美国公民。我其实当时觉得他挺可怜的，因为你想那个时候他早年那时候见他的时候，他多风光啊，那真的是就他自己说批奏折嘛，他是皇上，然后你想见皇上哪有那么容易，对吧？下面一堆佞臣，对吧？
这个突然之间，我操，就虎落平阳了，是吧？这其实它是严格的讲，就是个治安处罚，应该2个礼拜就应该出来的。但是呢，它是大家都知道嘛，被芦苇搞了嘛。后来芦苇不是也因为芦苇搞的人太多了。芦苇是干什么的？就是那个原来网信办主任嘛。啊。其实就是属于一直不服，他说我是美国公民，你能拿我怎么样？治的就是美国公民，好吧？你看美国发那个警报，就所有这个Chinese 就华人的美国公民，你们要特别小心啊，回中国大陆我们救不了你。啊，是。你看美国这个官方旅行警告，一直到去年12月才撤掉嘛，对吧？因为中国挂不住了，你得。那时候你说中国他妈谁？基本你说对你街上找个白人、黑人，他妈 Latino， 随便他妈去中国旅游，就是华人去中国去的最多呀，对吧？还有一个黑人、白人或者拉丁裔，人家也不关注中国什么人权。对，而且他们我发现他们去亚洲，基本上都是去日本，一个是因为近，确实近，啊，你像这西海岸飞到日本8、9个小时就可以飞到了，对吧？那中国10几个，中国还要远一些。他们知道日本是他不会出事儿。你看最近有个什么美国傻逼网红啊，去日本各种造，对吧？最后日本没事，在韩国把他给摁住了。大韩民国，棒子不是好惹的，不能歧视啊，这个韩国人民不是好惹的啊。92年嘛，这洛杉矶大暴乱的时候，我的那个韩国人直接弄那个 Toyota， 对吧？上面架一个机枪，我操！你创过几次业？那时候大学1年级，然后办了一个公司，就是做那个搜索引擎优化的软件啊。我们那时候有什么叫一词建站啊，就输一个关键词，输减肥，自动就给你把网站建出来。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叫 AI 的东西啊，都是这个软件。反正这软件卖了很多钱。毕业的时候，我请全班女生去吃金钱豹。大家可能在北京的生活都知道，新中关有个金钱豹，那时候人民币200多块钱一个人吧。反正就我因此，所有女生那个结婚的时候都请我。当年是，就搞了一战术软件，然后卖了人民币上千万吧。我天！但是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入了个邪教，叫做比特币。就我没买过北京的房子，所有人都骂我是傻逼，直到去年为止。去年所有人都惊声了，都不敢再说话了，对吧？知道买北京房子了。特别是他妈16、17年买的，都已经套在山顶上了，一辈子也没有希望回本了。就因为我这个人是天生反骨，你像我爸我妈天安门，我在肚子里。8964是吧？对，就这种人。恨共产党吗？讲实话，不是疫情那一次经历的话，我都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疫情的时候你回中国会发生什么，尤其是在海外经历的人。反正我是差点没命，然后为什么？就突发疾病嘛，然后也没有人管嘛，很凶险，很凶险。这个事儿还赖中国呀？那种问题是你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如果你不是风控的话，很容易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自己连蚂蚁都不如的地方，你到那个场景下面，当你的生命真的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你能真的感受到这个体制，就是让你差点没命的时候，我觉得什么意识形态那些说教都不管用，你的小脑都会思考的，别说大脑了，对吧？你肯定会思考的。如果不是因为比特币的话，我这种人是断然不可能挣到钱。理想主义者，自由散漫，从来没工作过，然后就挣过一点小钱，然后很快又花掉了。我这种不正经的人是不可能，就完全不循规蹈矩，不尊重任何客观规律，对吧？不尊重任何什么，从来不听老人言。就你受谁启发知道的比特币？是麦刚，啊，因为他也是人大的嘛。然后当时麦刚就在那个人大那个教学2楼办了一个活动。办这个活动主要讲比特币，什么创业，什么比特币，什么都讲，什么都讲啊。就是那时候麦刚也不出名，可能现在还不太有人知道他。麦刚是 OKX 那个 OKX 交易所徐明星的天使投资人。现在你明白这个关系，因为徐明星也是在人大读过硕士，所以就是麦刚他这个活动，然后知道，然后我就反正就迷上了呗，就再也没有办法让我觉得任何东西有这个有价值的。所以什么时候知道的？麦刚那个活动是2010年，我操！所以其实非常早，我在宿舍挖过，咱那电脑早就找不着了，那里面肯定几万个是有的。
那种比特币你是不会去珍惜的。你觉得，你想一直到这电脑丢的时候，你可能也不值几个钱，也就几十几百美金。所以这种财富你是不配有的，你不配有。只有一个人非常牛逼，就是吴继寒，因为他是我一个合伙人，他是北大毕业的，然后他是吴继寒的师弟，他当时听过吴继寒在北大教室里面分享讲好多那个比特币的东西，然后当时他是完全不信，他也是完全不信，觉得这哥们是疯子。比特币是这样的，就这个东西吧，属于你就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因为我跟很多人交流辩论，包括硅谷，然后这些朋友，不信的人他就觉得永远都是一个 the game of finding the next fool， 对吧？这个一个找下一个蠢蛋的一个游戏，对吧？就是找接盘侠嘛，就和郁金香泡沫似的。然后信的人呢，你像这个微策略，对吧 ？MicroStrategy， 对吧 ？Taylor， 你说他是信到什么程度？他现在应该是全世界有比特币最多的机构了吧？就微策略还在买，10.3万人家还在买，根本不管，对吧？就是说，他认为，因为他看到100万美金嘛。然后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我其实在我自己频道有些节目也分享过，就是我觉得比特币它的价值的魅力就是在于它没有托底，它就是空气，而空气理论上讲它的市盈率是无穷大，它的 PE 是无限倍，对吧？因为任何一个东西，比如说你知道为什么最近有好多人讲什么实体资产那些东西，为什么我觉得完全没前途，就是实体资产 RWA 这东西你本来就有一个现实中的锚定价值，所以这东西是不可能涨的。比特币能涨10万倍，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这东西没有价值锚定，对吧？你说它是多少钱，华尔街说它是多少钱就多少钱。就是当有足够多的傻逼进来的时候，当年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的一个人李笑来，然后他就说什么傻逼的共识也是共识，对吧？但这句话话糙理不糙，因为我是搞那个编程的奥赛出身的，然后因为大学是保送的，就是你有编程知识的人会快速的对比特币上瘾，直接上瘾了，进去就拔不出来了，就那种。因为什么？你他妈从来没见过全世界有这么精巧的 programmable money， 就是可以编程的钱，就是这个东西太性感了。对于搞编程的人来说，你看到比特币白皮书的时候，就和你看到一个性感美女在你面前脱光是没有区别的，能让你瞬间高潮。这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就是台湾师范大学什么教高数的老师把他那个什么教高等数学的那个教学片传到 Pornhub 上，传到全世界黄色网站上了，然后点击量巨高。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高等数学能高潮，你绝对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对吧？有点那个意思了。对于搞代码的人来说，如果你看到了比特币的白皮书，再去看它的原始的代码，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太精妙了，你就觉得这事儿他妈一定能成，别管别人看不看得懂，我买了。但是我中间也卖过很多次，我也是做梦他妈都没想到它能到$1000，能到1万美金，能到他妈10万美金，那时候我真的给跪了。我觉得你说这些所谓的 OG， 这些早期知道比特币，我不是什么大户啊，但是呢，因为我卖的早，那时候都是屌丝一个，对吧？要用钱就卖，用钱就卖。但是就是说，你说这些大户里面有几个人在，比如2013年，我记得赵长鹏是2015年知道的，是徐明星跟他讲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 OKX 那人跟他讲。那时候不是有张照片穿那个拖鞋，他那时候做那个交易系统的，然后老徐就搂着他，反正就是那个时候的人有几个人能想到哈？你说比特币能到100K，就是能到10万美金，这个我觉得是绝对不可能，就是这属于8辈子你都想不到的事儿。但是现在你说已经到10万了，你说它到100万，是不是觉得很合理？挺合理的吧，对吧？不就差10倍？那1万的时候，1万也就是2-3年前呢。你说我们那时候注社挖的时候是属于那一堆几万个都不值钱。如果没有比特币这个东西的话，知道在那种都别说什么中国了，就是你整个在东方这种人情社会，我就是属于要死的在地上摩擦的那种，你知道吧？就是被人按在地上要踩死的那种。包括我觉得我在广州它疫情的时候为什么整那么惨，就我叫太欢了嘛，对吧？我觉得应该这是我人权。中国疫情的时候你跟人讲人权，应该他妈整的就是你。你在中国喊出人权2个字了？我当时在抱怨啊，我说什么情况？第一，就吃的不好，不让我选酒店，对吧？我他妈有钱你也不让我选酒店，还不让我点外卖，这什么道理啊？对吧？只能吃你那他妈猪食。然后后来就身体有点问题，小时候的问题。然后我靠，当时
我觉得我要过去了，那时候就真的过去了。老天有眼，那你属于抗疫英雄呗？没事儿，反正现在反了，我也无所谓了。公安找过你家人吗？没有，因为人太多了。你知道现在反贼有多少吗？不知道。我还跟你说真事儿，最近我都不说是谁了，这哥们儿上过美国之音的，是我好朋友啊，回国都没事儿，我确定他没被招安，他肯定不是被招安那个，他是有深仇大恨的。哦，就现在查忙不过来了，哎，查不过来，忙不过来了。现在你看这个欠薪欠成这个样子，我估计国安那些基层部门根本都很多都拖欠什么工资的都非常有可能，他们很多都是合同工啊，对吧？没钱，真的查不。所以他当时他妈回国是把我吓到了，我说你也真敢。他的推断就是觉得说查不过来，我就小鸡巴一个。你想这个上过美国之音的1万个人，这至少有吧？不是，我他妈就上过一次，怕什么？他是专访吗？还是就是露了几下？露脸露声音了，就是这个美国之音确实20亿一年，20亿美金一年啊，是太夸张了。马斯克干得对，因为今天我们是正好遇到一粉丝嘛，然后他说他是这个喜欢川普，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马斯克说出了一句大实话，他当时虽然可能是嗨了还是怎么样啊，反正他乱发推特，乱发推，对吧？他说什么那个80%的中间派怎么办？我们干脆成立一个美国党，对吧？很有用。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去年，比如说在南湾在硅谷，你说我认识那些读过博士的，就受过好教育，well educated，这些人投不了票。他说，我们是当然这个哈里斯他也觉得这不喜欢啊，没得可选。我为什么要投？我投不出来啊。然后一开始拜登和这个川普，对吧？我是投疯子还是投傻子呀？就是美国现在的两党政治已经到了有史以来，可能有2党以来啊，这2党成立以来最极端的程度。一家人他妈一个民主一个共和都不能在一桌吃饭了，就到这种程度，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就是以前美国90年代肯定不是这样的，现在其实实际上80%的人是不极端的，80%的人他喜欢一部分川普的政策，也喜欢一部分这个拜登时期的政策。其实大部分人脑子正常的人应该是这样的，我一定要做一个选择，我是选左边还是右边，选不了，对吧？真选不了。而现在好多人后悔了。你最牛逼的时候，比特币有几万个？这太少了，这几万个有什么好吹的？全世界你住过多少个城市？超过20个，生活过1个月以上，连基辅我都住过1个月。我天，那是战争之前了，18年。对哪个城市评价最好？台北。为什么？台北得分真的很高。为什么？就是怎么讲，那个城市啊，第一它就很有这种艺术气质，就是这种。就对于我们这种文艺青年来说，就是很有吸引力。然后文创区什么也多，然后同时呢，好吃的东西那就不说了，对吧？华人美食之都肯定是台北了。各方面物价也低呀，对吧？物价比广州都低，买什么东西随便买，到了餐厅闭着眼睛点，生猛海鲜随便点，你怎么点都到不了美国可能你正常吃一餐饭1半的价钱。台湾是属于我觉得华人之光吧。其实很多人特别反贼，他梦想就是去台湾，我遇到好多了。反贼的心理，这个台湾是民主的终点站，对吧？华人有民主的地方，对，华人且有民主的，还真只剩下台湾了。你说新加坡也不是真正的民主，对吧？它只是形式上。大家都知道，每一次大选，它都会叫什么 gerrymandering， 就是改变选区，对吧？就让反对党永远都是那几个区。所以你说华人真正有民主的地方，那就只剩下台湾啊，没有别的地方。台湾是真民主假民主？我认为绝对是真的。我还去看大罢免了，什么罢免徐小新，对吧？当然这个罢免确实很有争议，因为你是属于干扰正常的行政程序嘛。他认为要把所有国民党籍的全部罢免了，不管他有没有所谓的什么舔共言论，对吧？全部要罢免，就这本身是一种极端的行为。但是呢，它是一个民主程序，而且它是有效的。我去年10月份也在台湾，然后基隆那个罢免，最后就是你看那个街头的海报都是反对罢免的，就没罢免成了。罢免去投罢免票的人没有几个。搭建真朋友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有言论自由，对，就是能回到至少胡温时代吧，对吧？那个时候就是网上聊天室是可以骂国家主席的，这是绝对没问题的，绝对你不能想象。你说胡锦涛，特别是说温家宝，对吧？说他是影帝，那新浪他们官方文章都敢这么写，对吧？
至少你要回到那个时代吧，对吧？你想当年温家宝说啊，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对吧？也会被撤销，类似这种意思。得而复失。对，得而复失，对吧？就是当年你说谁信这个话？2012年你说你信吗？是的，没有人信嘛，对吧？不能完全说邓小平是因为他最后开枪了，他就是一个其实是反对改革的人。其实我自己做了一期关于6·4的节目，我想的就是说，其实最后如果学生没有绝食，没有那么的，就是没有那么的激烈，对吧？不给政府任何空间，赵子阳没有办法下台阶了，他在保守派面前已经一点没有退路了。他如果没有搞那么激烈，是不是中国有可能和台湾一样，90年代嘛，就慢慢就变好了？台湾也不是一步到位，他经历了10年左右时间，10几年才弄完。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反而都，最后弄那一下吧，绝食啊什么，把赵子阳搞到没有退路了。他去广场不就是告诉你，同学们，我已经失势了，我不能再保护你们了，我已经被开除了。你说馆长，他妈在大陆屁都不敢放一个，问他是哪国人他都不敢说，躲到车里说我他妈中华民国啊。一到了台湾就开始大放厥词啊，回到自由的土地了，真正的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了，什么都敢说了，对吧？什么在台湾看起来政治不正确的话他都敢说。在大陆屁都不敢放一个，因为他自己清楚，在大陆乱说话会带来什么后果，对吧？就往往大家都很现实。你看他毕竟100万网红嘛，想多赚点钱，对吧？没有证据表明他收过钱，但是当年那个 Speed，I Show Speed， 惊喜哥，他是公开承认自己收了500万美金的。他们这都没有上实弹，都是橡皮子弹，都是这个非致命武器，就是它是橡皮子弹是兼容的弹夹。对，还有专门的是橡皮子弹，你打过枪的知道。At Latinos, we did not steal your job because once they said must be bilingual, you no longer qualify. 他说你们不会双语啊？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民主，就是士兵一言不发，大家在士兵面前抗议。你看这个就和89年那差不多。Military member, is this what you signed up for? 士兵不杀老百姓，就大概这种意思。这些人，你认为他都是所谓就是拿钱办事儿？我不认为，他们就好像这是那个 GTA 对吧？这个侠盗猎车手，然后一堆 NPC， 两边都是 NPC， 就这种感觉。我们是玩游戏，我们正在玩真人秀。楚门的世界。对。是个疯子，他本来就是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然后其实很多人就在问说，这事儿到底有什么意义，对吧？然后我告诉大家，这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是你能写这些字儿还不被抓。就像我当时我在台北录了一节目，我离那个总统府很近，然后我说我在这儿，我要是在中南海早就被远距离射击了。这就是意义，就是你没有这种恐惧，对吧？你不怕政府。不要海关移民执法局，然后没有人因为他们的父母就应该被奖励或者惩罚，就是说有些父母是非法移民嘛。你知道美国，如果你的父母是非法移民，你还能够获得出生公民权，这个权利是华人争取来的。这个 No one should be rewarded or punished for where their mother gave birth， 这核心就是说，不因为你的父母而影响你的权利。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争论，就是说美国宪法保不保护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它其实反映了这个争议。左派是认为都应该保护，你只要出现在美国的土地上，你就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你有义务也有权利。